看郭德纲10几年前的收徒仪式，有请今天的银宝带的3位老师于增禄、李增寿、高宗喜，有请。听到这3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适应了，请坐。2009年，郭德纲西河门弟子收徒仪式在北京举行。当时李菁还没有退社，刘云天、郭鹤鸣也没有与郭德纲闹掰。虽然说当时德云社已经4面楚歌，但从现场氛围来看，到处充满欢声笑语。和现场呆板毫无趣味的收徒仪式不同，当时的郭德纲可谓是十分活泼，一边和观众插科打诨，一边仗着师傅金文生还在，调侃作为主持人正好。主持人正好老师，大伙也熟悉，东北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的高足。他师傅死了，没有了啊！别提这个。有师傅撑腰的郭德纲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什么都不怕。不过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前一秒还在为胜利洋洋得意的郭德纲，下一秒就被高峰还了回来。让他们4个人呢分别继承郭老师这点留下的宝贵的遗产。郭老师还健在，不叫遗产，是目前还健在。目前。谁能想到年轻时的高峰也有这么嘴毒的时候？幸亏现在高峰走的是老艺术家路线，不然他教的弟子全都是嘴强王者了。再看当时的拜师人员，李云杰、刘云天、李根以及郭鹤鸣，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场拜师仪式上，郭德纲以开玩笑的方式敲打了一下郭鹤鸣之后，没多久郭鹤鸣就离开了德云社，而郭德纲也对这个昔日爱徒毫不留情，直接逐出师门，并且用了8个字评价他：欺师灭祖，手段卑劣。可以说郭鹤鸣的行为比何云伟还要恶劣。除了郭鹤鸣以外，刘云天也在8月风波后离开了德云社。只不过和郭鹤鸣不同的是，刘云天虽然离开了德云社，但还是郭德纲的西河门弟子，而且德云家谱上也留有他的名字。当然，要说郭德纲最盛大的一次收徒仪式，还是首开山门的时候。不仅师傅侯耀文、金文生亲自到场坐镇，就连二大爷侯耀华、石富宽等人也纷纷到场祝贺。为何说这是德云社再难有的收徒盛况？你们要敬业，你们要学习，你们要团结，你们要创新，记住没有？大点声！记住了。2006年，郭德纲首开山门，收下5名弟子：曹云金、何云伟、孔云龙、栾云平，以及年仅6个月的于云亭。此时的郭德纲还有师傅保护，拜师仪式无比风光，不仅有常宝华、施圣杰、史富宽等一众名家到场，各路媒体记者更是挤破脑袋往前冲，现场说不出的热闹。侯耀文为了给徒弟撑场面，不仅贴心为郭德纲准备了礼物，还在讲话环节力捧弟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郭德纲夸上了天。就郭德纲而言，30岁出头，他会的传统的相声，可能比我们有一些个年轻的同志要会的多得多。他先天条件要比我们有一些个现在声名之下的一些个著名相声表演家条件要好得多。听着师傅的夸赞，郭德纲谦虚摇头，似乎觉得还不够。侯耀文又当众向同行卖人情，感谢大家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这样的活动，将来其他同志您谁收徒我也一定去。不当一报带我都去。因为出生于相声世家的缘故，侯耀文从小就比较傲气，谁也看不起，为此每次得罪人。可是这次郭德纲收徒仪式上，他却罕见低头弯腰，可见侯耀文对郭德纲的重视程度。而除了侯耀文以外，同门师兄齐志也送上祝福。要知道，自从侯耀文去世以后，郭德纲就很少与同门师兄弟联系了，甚至于还有一些就差直接打起来了。还有就是二大爷侯耀华，那时他还没有与郭德纲闹掰，上台发表讲话时也是句句不离郭德纲。可惜的是，2007年侯耀文就因病离开了。没了师傅的郭德纲再也没有单独举办收徒仪式，而是在演出中顺带收徒。也是从第2批云字科收徒仪式开始，没有各路相声名家，没有各路媒体，有的只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和观众。你们跟我一起啊，给你们师爷师傅咱们鞠躬行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正如李云天所说，我师爷还在的时候，全国说相声的都捧我们；师爷一没，全国说相声的都骂我们。自从侯耀文去世之后，郭德纲的收徒仪式不仅从整个相声界缩小到德云社内部，就连磕头这样的旧传统，郭德纲都不敢弄，就怕被人骂封建陋习。现在的德云社有人招人嫉妒，每次看朋友圈，我并不是很放心，我是充满了羡慕，甚至充满了嫉妒，尤其是德云社。
身为嘻哈包袱铺创始人的高晓攀毫不避讳对德云社的羡慕之情。虽然说《欢乐喜剧人》后，高晓攀和郭德纲闹得不可开交，但是论起辈分来，两人不相上下。甚至于在成立嘻哈包袱铺之前，高晓攀还在德云社演出过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德云社的崛起和壮大，高晓攀既感慨又羡慕。其实也不怪高晓攀发出如此感叹。作为相声界的龙头老大，如今德云社不仅承包着全球大多数商演，而且经营内容也非常多。就比如说疫情期间，其他相声团体只能闭门停演，但德云社不一样，虽然不能说相声了，但还可以去拍电影、录综艺。而且从现在德云社的行程安排上，不难看出，很多人开始向娱乐圈发展，比如说张云雷、上九溪、孟鹤堂等等。另外，再看德云社的招生规模，别的团体最多几十几百人，可到了德云社这里，光是报名人数就超过1000万，后续留下的弟子说是万里挑一都不为过。我们赫字科当年是1周1考，这么复杂呢？我以为去了拜一下师傅就好了，收。我们当年我们赫字科是面向社会开始招的，大概有3000多人报名，筛出来1000人参加面试，之后淘汰到一个班上可能剩10几个。德云社能发展到如今这个规模，除了德云社演员基本功扎实以外，还因为待遇非常好。新人演员只要通过考核标准，月收入就能轻松过万，私活可以随便接，但是要提前告知领导，并且缴纳20%的演出费。弟子家里有困难，作为师傅的郭德纲更是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分钟之内，支付宝转过钱就过来了。眼前这个人名叫季九霄，因为家里有事急需用钱，他就想卖掉自己收藏的蟒袍。郭德纲得知消息后，立马阻止了他的行为，并当即把钱给他转了过去。有这样一个大气的老板和师傅，谁不会更加卖力的工作？